据说用冰块做的子弹可以杀人于无形，因为一旦击中目标后就会化冰成水，并且还有人认为某大佬就是被冰子弹所嘎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刘彦祖决定打造一枚冰冻子弹。于是他们在学校旁的小卖部找到了同款步枪，然后吉米通过对子弹结构的研究，用金属制作出了冰冻弹头的胶铸模具。随后他将清水倒入模具中，并泡在液氮里进行冰冻。等完全凝固之后，冰子弹就做好了。但在脱模时，他们却出现了翻车。显然制作冰子弹并没有想象中容易。之后他们请教了枪械专家，并且专家表示用肉做成的子弹同样能杀人于无形。于是他们将牛肉塞入模具中并进行冰冻，最终完美制作出了一颗肉弹。而由于找不到志愿者测试肉弹的杀伤力，刘彦祖只能请出了假人老兄。但当他们扣动扳机时，假人并没有出现任何损伤，反而被喷了一身的火药残渣。为了继续研究冰子弹的杀伤效果，刘彦祖重新改变了子弹的制作方式，托瑞用硅胶代替原来的金属模具，并且使用子弹进行倒模，等加水之后再插入弹壳。这样冰冻24小时的子弹就不会出现断裂。可它究竟会有多大的杀伤力呢？然而随着一声枪响，这次的实验结果竟然和上次一样，因为冰弹头在发射的瞬间就融化蒸发了，所以开枪的效果就和空包弹一样。据说当乒乓球被加速到超音速时，就能对人体造成致命伤害。难道小小的乒乓球真有这么大威力吗？为此，刘彦祖决定将乒乓球加速到超音速，看它对人体究竟能有多大伤害。亚当和吉米首先用球拍进行了测试，正常人能将乒乓球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，而咱们中国运动员扣杀时能达到180公里，但距离音速还相差甚远。为此，亚当用真空泵和塑料管打造了一个空气炮，他将乒乓球放入管内的一端，并用胶带将两端密封，然后抽空里面的空气。实验时，只要戳破后面的胶带，空气就会迅速涌入管内。只要后方的气压大于前方，乒乓球就会持续加速。这时，亚当戳破了后方的胶带，乒乓球在强大的气压下飞速射出。之后，他们对空气炮进行了改进，并将炮管增加到之前的2倍。经过测试，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600公里。尽管速度已经非常惊人，但还远没有达到实验的要求。那如果将炮管增加到24米，是否就能达到超音速呢？然而，当亚当戳破胶带后，乒乓球竟然在出口处停了下来，因为炮管太长，导致空气渗透到了乒乓球的前面，从而平衡了压力差。但他们通过高速相机发现，乒乓球在9米处的速度是最快的。于是亚当锯掉了多余的炮管，并且在后方增加了一个高压舱，它能为炮管提供50万帕的压力，从而使乒乓球的速度变得更快。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恐怖的1246公里。下面他们来到试验场，决定扩大实验规模，看用46米的炮管发射乒乓球能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为此，亚当搭建了一个46米长的发射管，并且将后端的高压舱气压增加到345万帕。用胶带把炮管两端密封之后，他们抽掉了管子里的空气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吉米撬开了高压舱的阀门，就在一瞬间的功夫，乒乓球从46米外的出口飞速射出。虽然时速达到了1.4倍音速，但高速相机却显示乒乓球在出口之前就已经破碎了。为了保证射出的球完好无损，亚当将炮管的长度缩短至6米，并把气压降低到207万帕，再次进行实验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次乒乓球不仅没有破碎，而且速度比之前还要快，基本上达到了子弹出膛的速度。那么在这种高速下，乒乓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呢？这时亚当将一个乒乓球拍固定在炮管前，然后再次打开阀门，巨大的压力将乒乓球以超音速射出，瞬间就将球拍击穿一个洞。为了测试乒乓球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，亚当捡来一个不要钱的猪屁股，看乒乓球能否将其击穿。随着乒乓球的发射，猪屁股直接被击倒在了地上，并且造成了一个3.8厘米深的伤口。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，强大的冲击力使皮肉产生了分离。虽然没有子弹致命的威力，但如果击中人体的话，估计会有点疼。所以没事千万不要在家尝试。据说如果有手榴弹在你身边爆炸时，只要卧倒在地上就能逃过一劫。因为手榴弹爆炸的碎片都是向上并且向外发射，所以贴近地面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区。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为此，刘彦祖来到了爆破试验场，在这里，他们将用手榴弹进行爆破实验。而在测试弹片伤害之前，他们首先需要测试手榴弹的冲击波范围，因为在致命范围内，即使没有受到弹片伤害也必死无疑。这种压力传感器能承受517千帕的压力，当冲击波的压力大于这个数值时，膜片就会破裂，也就意味着人会当场开席。凯利将10个传感器按照每 0.3米分布在爆炸中心周围，为确保实验的安全，本次实验将采用远程控制的方式引爆手榴弹。所有准备做好之后，专家将手榴弹放在爆破中心，然后托瑞在安全屋按下了起爆按钮。In 3, 2, 1, fire！ 通过检查发现1.5米内的膜片全部损坏，而1.8米处却完好无损，也就是说手榴弹的冲击波致死范围为1.5米。接下来他们开始测试爆炸弹片的分布轨迹，看贴近地面的位置是否存在安全区域。下面刘彦祖在爆炸点1.5米处放置了一圈木板，红色区域代表人在卧倒的位置。当手榴弹爆炸时，
弹片将在木板上留下弹孔。如果红色木板没有弹孔，则表示为安全区域。最后，他们又在顶上放置一块塑料板，以便全方位了解弹片的分布。为对比不同手榴弹的杀伤效果，本次实验将用2种不同年代的手榴弹进行测试。虽然它们形状不同，但内部都有无数细小弹片，在爆炸时将以22000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。首先测试的是中世纪的波罗手榴弹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所有人躲在安全屋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无数碎片向周围四散开来。不管是上方的塑料板还是木板，都已经千疮百孔，而下面的红色区域也没能幸免。接下来，他们重新更换了木板，并在中心点放置一颗现代的棒球手榴弹。然后，凯莉按下了起爆按钮。这次的威力明显比之前的大很多，木板上的弹孔更密集，但通过弹孔数量对比发现，红色区域的弹片密集度相对较低。所以，虽然卧倒并不能幸免于难，但在紧急情况下，这依然是最好的选择。本次实验极其危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据说兰博基尼可以在湖面打水漂，电影里就有这样的镜头。1.2吨重的兰博基尼轻松飘过了100英尺的湖面，难道汽车不会沉入水下吗？理论上是完全有可能的，只要速度足够快，汽车触碰水面就会将湖水下压，同时也会受到水的反作用力，从而使汽车不断上下漂移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留言组打算用真车来进行实验，但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爱车让他们糟蹋。吉米只好贡献出兰博基尼的妹妹烂比基尼。虽然它的性能不如兰博基尼，但车身面积和重量都非常接近。考虑到实验会比较费人，格兰设计出一种可以遥控的自动驾驶装置，但由于找不到符合电影里的场地，他们直接在马路的尽头挖出一个100英尺宽的人工湖。为了真实模拟电影情节，托瑞和杰西在湖边堆出一个8英寸的小斜坡，目的是让汽车先有个向上的升力，再越过湖面。格兰将汽车时速控制在影片相同的50英里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格兰按下了启动键。这个烂比基尼能否重现电影情节呢？汽车以50英里的时速冲向湖面，但这次实验是真的翻车了。汽车起飞之后径直栽进湖中，最后旋转360度砸在了岸边。此次实验除了车型以外，其他条件和电影中基本一样，但实验结果却完全不同。难道是在水下装有一个平台吗？电影中是车尾先触碰水面，而现实中都是车头比较重，这就说明电影里一定是假的。那究竟如何才能让汽车顺利飘过去呢？为此，留言组重新设计了实验，他们将湖边的斜坡去掉，并加快车速，这样又能否像石头一样打水漂呢？留言组首先进行了小型实验，托瑞将儿子的兰博基尼模型贡献了出来，除了重量以外，所有都是按照1:12真车比例。托瑞将里面多余的部件拆除，以达到和真车的比例相同。然后在车身残缺部位贴上胶带，因为这样才能符合空气动力学。为了给模型车提供准确的速度，他们又制作了一个类似汽车跑步机的装置，并安装了速度传感器。这样在启动汽车后，当模型接触转动的轮胎，就会被发射出去，沿着斜坡轨道冲向水槽。第一次实验将以50英里的时速测试，结果还是和真车实验一样，模型车一头栽进水中。接下来他们撤掉了轨道上的斜坡，再次以50英里的时速发射，而这次模型车有了明显的水漂现象，但由于动力不足沉入了水底。下面他们将时速调整到70英里，模型车接触水面的瞬间跳了起来，最终顺利撞击到挡板上。那如果用真车实验，结果又会打水漂吗？格兰再次借来一辆和电影中相似的汽车，为了达到更高的速度，他们给汽车加入了氮气加速系统，因为氮气能促进降温并加大压缩比，让引擎加速运转，同时也在底板上加装了一块钢板，使汽车和水的摩擦力达到最小。将斜坡清理好之后，格兰再次按下启动键，在氮气加速系统的加持下，汽车飞速冲向水面，打了2次水漂之后，顺利到达了100英尺的对面。由此得出结论，只要速度够快，汽车都能在水上起跳。据说，如果不小心从万米高空掉下来，只要钻进碰碰球里就会毫发无伤，并且在电影《飞鹰计划》中，成龙大哥为了躲避土著人的追杀，他躲进碰碰球后从悬崖上一跃而下，最终成功死里逃生。因为碰碰球的巨大表面积会降低人的下落速度，并且在落地时也会像安全气囊一样起到缓冲作用。可这样从高空掉下来真的不会摔死吗？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是否扯淡，留言组通过关系搞来了2架直升机，并决定将志愿者粉丝从致命高空丢下，然后对比有无碰碰球时的受伤情况。但由于找不到铁粉自愿尝试这次实验，他们只能请来了假人老兄。同时，为了测量落地时受到的撞击力大小，吉米在假人头上粘贴了50个 G 的震荡感应贴，而胸部则贴上了100个 G 的。一旦在实验中发现感应贴断裂，就说明人会当场开袭。之后，他们将老兄请上了直升机，并用绳子固定以防止意外掉落。然后，吉米在目标地面做好了标记。首先进行的是没有碰碰球保护的对照实验。等飞机到达300米高度时，亚当对准标记位置丢下了一个沙包，确认降落地点没有偏差后，亚当割断了老兄的安全绳，然后一脚将他踹了下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落体加速，老兄狠狠砸在了地面上。
而通过高速相机计算，假人落地时的时速达到了193公里，并且身上所有震荡感应贴全部断裂。显然，要是哪个倒霉鬼被这样丢下来，一定会死得很惨。那如果有碰碰球的保护，假人又会不会幸存下来呢？接下来，留言组将假人塞进了碰碰球中，然后连接上飞机的吊绳，并且在绳子上安装了自动释放装置。当碰碰球达到300米的位置时，亚当立即释放了绳索，这时碰碰球直接从高空以90公里的时速掉落下来，在经过几次回弹后成功落在了地面。看起来这次老兄的情况要好很多，可虽然落地的速度不到之前的一半，但经过检查，他们发现假人身上所有震荡贴纸全部断裂，显然碰碰球的缓冲还是没能挽救老兄的生命。亚当认为，如果往里面填充满气泡膜，也许假人就能死里逃生。可事实真的会这样吗？之后他们将假人塞进碰碰球后，继续往里面装满了气泡膜。然而当他们再次进行释放时，这次碰碰球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多次回弹，反而在强大的冲击力下，球体竟然直接破裂了，导致里面的气泡膜散落一地，并且假人身上的震荡感应贴也显示老兄再次当场开启。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的，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模仿。据说钢索绷紧后就会产生恐怖的张力，一旦发生断裂，能瞬间将人拦腰切断，并且米国航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。一架战机在降落过程中，阻拦索突然断裂后横扫甲板，差点将旁边的船员切成2半。难道钢索断裂真有这么危险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留言组决定先做个模拟测试，以确定绳子断裂后的走向。吉米将绳子固定在桌子的2端，而亚当在台面上画好相同间距的方格，然后他们用刀片割断了紧绷的绳子。这时绳子垂直扫过了中线，为了让绳子横向甩动，他们在切割点位置的中线上放置了障碍物，并且再次进行了测试。果然绳子朝着旁边甩了过去，随后他们又在中间放置了一个铁柱，这次绳子奇迹般的抽在了铁柱上。接下来他们计划在2个柱子之间绑上钢索，然后在中间放上障碍物，改变钢索的甩动方向，这样剪断钢索就能击中旁边的志愿者了。方案确定之后，经理来到商店选购了拉伸钢索的液压活塞，并趁老板不注意顺了个遥控切断装置，以保证释放钢索的时候不会出现意外。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，亚当只能买来一车不要钱的二师兄。为了让二师兄更加接近人体质感，他们还在二师兄肚子里填充了组织替代胶。下面留言组找到一处废弃的厂房，而里面的柱子刚好可以用来固定钢索，并且他们同样在反弹路径上焊接了障碍物，然后将二师兄悬挂在靠近切割点3/4的位置。因为这里绳子的离心力最大，所以抽打的力道也是最大的。本着受力面积越小切割力越大的原则，他们决定首先用较细的钢索进行实验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两人躲在室外启动了液压活塞。当钢索被拉到极限状态时，亚当按下切割装置的按钮，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二师兄甩到了3米开外。高速相机下甚至能看到钢索撞击铁桶时出现的火花，但却没有将二师兄切成2半。于是他们换成了更粗的钢索，这种钢索可以承受超过4万磅的拉力。那它又能否将二师兄切开呢？当拉力达到极限的时候，他们再次切断了钢索，而这次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辆卡车的拉力。可尽管如此，二师兄依然没能被切成2半。显然想要以这种方式切开身体是不可能的，但如此巨大的力道如果抽在人身上，估计会有点疼。为了能彻底将二师兄切开，两人开始不讲武德，他们直接用细钢索套住二师兄并绑在柱子上，然后钢索的另一端用起重机进行拖拽。随着亚当一脚地板油，二师兄如同被割韭菜一样拦腰截断。本次实验非常危险，请大家不要在家尝试。据说将 C4 炸药放进微波炉里加热1分钟就会爆炸，而很多电影中都会用这种方式制作定时炸弹。难道炸药不是受热后立马就会爆炸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留言组偷偷将邻居家的微波炉搬到了试验场，并决定用来加热 C4 炸药。但由于本次实验具有一定危险性，没有人愿意按下微波炉的启动键，他们只能向当地的福伯勒借来了拆弹机器人。随后格兰打开了粉丝提供的 C4 炸药，首次测试他们将450克的剂量直接放进了微波炉，并把加热时间设置成60秒。而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，托瑞在旁边的桶中灌满了水，然后放入装有雷管的 C4。当微波炉里的炸药没有被引爆时，他们就会引爆水桶中的 C4， 从而炸掉一切。所有准备就绪之后，机器人按下了启动键，紧接着以近乎逃命的速度跑到了安全屋。但让人惊讶的是，随着倒计时归零，炸药并没有任何反应。看来微波炉并不能直接让 C4 发生爆炸，于是托瑞引爆了水桶中的炸药。那么如果加上电影中一样的道具，又能否引爆 C4 呢？接下来他们给炸药塞进了一枚电池，并且装上了一些导线。虽然他们并没有与炸药连接成一个回路，但金属导体在微波的辐射下会产生强大电流，从而出现打火的现象，这样就很有可能引爆炸药。可事实又会怎么样呢？等机器人按下启动键后，导线立马在强烈的辐射下冒烟并开始燃烧，而 C4 被点燃后火势越来越大，但直至全部烧完也没有发生爆炸。他们只能再次引爆了水桶中的炸药。为了彻底引爆微波炉中的 C4，他们最终决定在炸药中放入雷管，
因为 C4 的物理性质非常稳定，不管是用枪击还是火烧，都不能直接将它引爆，甚至传言还有部队将它当作燃料来做饭。而使用雷管是引爆 C4 的常用方式。在实验中，当微波炉开始加热后，金属导线会产生火花并点燃雷管，从而间接引爆炸药。可这种炸药一旦发生爆炸，冲击波的速度能达到每秒8000米，足以对借来的机器人造成毁灭性伤害。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巨额赔偿，格兰现场打造了一个遥控手指，并安装在了木桌上。接下来他们按照这种方式布置好了导线和雷管，然后托瑞将炸药放进微波炉。所有人躲进了安全屋之后，他们启动了遥控开关。这次 C4 炸药在加热2秒后就发生了爆炸，比电影中足快了30倍。可见如果用这种方式制作的定时炸弹，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跑。本次实验非常危险，就算你家有微波炉，也千万不要尝试。5秒内全部燃烧，接着他又将柴油喷在金属板上。然而不管喷枪如何燃烧都不能将其点燃，因为柴油只有在气化后才会燃烧。最后测试的是喷射燃油，但结果也和柴油一样无法被点燃。显然汽油才是最有可能成功的。而下面他们将在安全的试验场进行小规模实验。吉米制作了一个小型遥控汽车，并在上面安装了漏油瓶。下面留言组捡来一辆不要钱的皮卡，并吉米启动皮卡车向前行驶，亚当则点燃地上的油剂，但火势燃烧得非常慢，吉米根本不需要踩油门。于是他们换上了8分，他忘记通知吉米加速，导致漏油管被点燃，并且已经无法摆脱。最后用灭火器才阻止了更大的事故。吉米分析是因为汽油本身并不会爆炸，需要在汽油蒸汽中混合5%左右的氧气才能达到爆炸条件。最后他们将油箱盖子打开，并放入仪器来检测气体的比例。据说空气的压力能瞬间压扁油罐车，并且有位这样的大聪明，他在用蒸汽清洗油罐车时突然下起了雨，于是他拧紧阀门就离开了现场。雨水的冷却作用使得内部压力迅速减小，从而导致油罐车被大气压扁了。而这种罐体厚度高达1.25公分，即使脱轨也不会造成明显损坏。可空气真能将它压扁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，亚当首先用铁盒子进行了原理演示。当盒子内的水被烧开后，里面会充满高温蒸汽，这时亚当拧紧盖子并进行了冷却。随着蒸汽温度逐渐降低，盒子内就会形成负压，外部气压便很快将铁盒压扁了。之后吉米又找来了一个铁桶，并往里面加入了少量清水，然后点燃火堆开始进行加热。等里面的水沸腾时，他们关闭火源，同时密封了铁桶。当冷却时间过去20分钟，桶壁厚达1毫米的铁桶突然就被压扁了，可见空气的压力确实非常强大。有了理论的支撑之后，他们决定扩大实验规模。于是吉米将4个铁桶焊接在一起，打造成等比例的油罐车模型。而为了检测桶内的气压变化，亚当在上面安装了真空压力计，随后吉米往里面冲入了高温蒸汽，以此来模拟真实的清洗过程。当桶内温度达到93摄氏度时，他们立即拧紧了盖子，但铁桶真的会被压扁吗？由于桶内气压开始降低，亚当甚至能听到里面水沸腾的声音。而当压力值降低到-0.37个标准气压时，铁桶瞬间就崩塌了。那么现实中的油罐车又是否会如此不堪一击呢？下面他们花重金搞来了一辆不要钱的油罐车，然后决定用它来进行空气压力测试。而这个重达30吨的罐体长度超过了20米，并且冷轧钢材质的罐壁厚度达到了1.25厘米，这可比之前实验的铁桶坚固多了。可空气的压力真能让这个庞然大物变成废铁吗？为了保证罐体的结构没有问题，亚当带着安全绳索钻进内部进行了检查。接着专家密封了底下的释放阀门，然后在外壁上安装了真空压力计，以便全程监视油罐车内的压力情况。同时亚当还在外壁上安装了温度传感器。等一切准备完成之后，他们启动蒸汽机开始注入高温气体。当温度达到100摄氏度时，亚当停止了蒸汽注入并密封了口子，紧接着启动了消防水龙头进行冷却。这时油罐车的温度快速下降，而5分钟之后，罐内的气压达到了-0.43个标准大气压，这就相当于680吨的重物压在罐体上。可油罐车依然没有任何反应，直到过去了1个小时，里面的气压稳定在-0.9个标准大气压，这已经接近真空状态了。但罐体表现依然非常坚挺。难道如此兴师动众的实验就这样宣告失败了吗？吉米认为可能留言中的罐体存在损坏，于是他们重新搞来一辆破旧的油罐车。而这次为了简化实验流程，他们决定用巨型工业真空泵将罐体内的气体抽出，以此来模拟出高温冷却时的减压效果。同时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，他们还用石块在罐壁上制造了凹痕，也许这样油罐车就会因结构的变化而被压扁了。可实验结果究竟会怎样呢？当压力降低到-0.77个标准大气压时，油罐车瞬间就坍塌了下去。这就和我们手掌握鸡蛋的原理相似，只要油罐车原有的结构被打破，大气压就有可能将它压扁。据说气球的升力能将小女孩带上天，并且在喜剧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：憨豆先生为了哄小女孩开心买了一串气球，
然而当他付款的时候，却发现小女孩已经被气球带到了半空中。可气球真有这么大的升力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，留言组决定将用这种方式遨游太空。但在实验之前，他们需要测量单个气球能提供多少升力。于是他们将10个气球绑在一起，然后在下面悬挂回形针。当回形针的重量为100克时，气球刚好达到了平衡状态。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小女孩充当志愿者，最终凯莉为了50块出场费贡献了自己的亲妹妹，并将她放在电子秤上进行了测量。由于凯莉家的伙食油水丰厚，年仅2岁多的小凯莉居然长到了20公斤。之后他们通过计算得到，想要克服小凯莉的体重飞上天空，那么最少需要2070个气球。而为了赚取更多实验经费购买气球，他们先找了份兼职的工作。随后留言组来到楼下的便利店，帅气的老板推荐了利润最高的普通气球。等他们采购回来之后，他们开始给气球充气，但狡猾的老板只给他们配备了一台充气机，而这样充满25个气球需要2分半钟，并且他们用计算器反复计算得到，需要4个小时不断充气才能满足实验要求。然后在几人加班加点的努力下，他们终于吹起了2100个气球。可这真的能将小女孩带上天吗？但凯莉为了避免小妹一飞不复返，她决定先用同等重量的假人进行尝试。可当他们绑定好气球时，假人却丝毫没有上升的迹象，因为由于气球的质量不太好，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，早先吹起的气球出现了缓慢漏气，从而导致气球的升力满足不了预期。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，留言组只能继续疯狂吹气球。最终在达到3500个气球的时候，小凯莉被他们绑在了安全带上。这次女孩真的能飞起来吗？而当他们松开绳子时，小凯莉竟然开始缓慢飞了起来。如果不是屋顶挡住了气球继续上升，这个小女孩估计真要上天了。尽管单个气球的升力非常有限，但只要数量足够多，气球真有可能载人飞天。本次实验来源于纪录片《流言终结者》，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奇葩实验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是探索哥，咱们下个实验见。据说驾驶气垫船就能安全穿越雷区，并且在电影《红灯区》中，成龙为了救下小女孩惨遭气垫船碾压，但他爬起来后却依然健步如飞，因为大面积的气垫能分散船身的重量。可重达几百公斤的气垫船真的不会触发地雷吗？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留言组决定亲自驾驶气垫船穿越雷区。于是他们自掏腰包买了一艘全新的2手气垫船，并来到湖面开始练习驾驶技术。而这对于2个老司机来说完全是小儿科。等熟练陆地漂移的技术之后，接下来他们就能展开测试了。但由于保险公司不让他们用真地雷进行实验，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制作仿真地雷。亚当将压力传感器改装成了可调节的触发装置，一旦实验中检测到压力大于设定的数值，装置就会发出控制爆炸的信号。而吉米则用水管制作了代替炸药的空气炮，当他接收到触发装置的信号时，炮筒内的高压空气就会瞬间喷出，从而实现安全的爆炸效果。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性能，亚当往炮筒灌入了碎石和玻璃碴子，随后他们引爆了空气炮，壮观的爆炸效果让2人非常满意。之后他们来到了空旷的实验场地，并选定了一块15乘以3米的区域作为雷区，同时他们计划在这块区域内沿着 S 型路线铺设地雷，因为这样就能保证气垫船在通过雷区时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地雷。可这样气垫船还能安全通过雷区吗？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。下面吉米在机器的帮助下沿着计划的线路开始挖雷坑，而亚当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仿真地雷，并连接好上面的控制线路，以便能在测试的时候调整触发的压力大小。等所有地雷全部铺设好之后，他们往炮筒内灌入了面粉和碎玻璃。而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效果，爆破专家将触发阈值设置为16公斤。然后亚当蒙着眼睛闯进了雷区。并且每颗被踩中的地雷都能被安全引爆。之后他们将触发压力提高到了136公斤。同时吉米驾驶汽车进行对照实验，结果如预想的一样，所有被压到的地雷全部发生了爆炸。那如果换成500斤的气垫船，又能否引爆地雷呢？接下来吉米驾驶气垫船向着雷区冲了过去，尽管船体压过了大多数地雷，但没有一个发生了爆炸。紧接着他们将地雷设置成反步兵模式，并且亚当还在中间进行了来回碾压，以给地雷更多的反应时间。可这次气垫船依然毫发无伤通过了雷区。为了测试气垫船防雷的极限值，他们最终将触发压力调整为2公斤，这样只需1个手指就能轻松将地雷引爆。可这次能否安全通过雷区呢？而测试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。虽然气垫船加上吉米的重量已经超过阈值的120倍，但地雷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这是因为气垫船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达到6.4平方米，以至于分散在每个地雷上的压力仅有27克，所以气垫船是可以安全通过雷区的。据说有个倒霉鬼在搬运火药时，他没注意桶上破了个洞，被老六看到后点燃了地上的火药，就在火药的燃烧点，并不慌不忙切断地上的引线。紧接着吉米也开始了测试，这次他决定等引信快要烧完的时候拼命追上去，然后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，火药桶被成功引爆。可见沿着地上的火药痕迹是可以引爆火药桶的。
虽说搅拌车里附着的水泥很难清理，但如果用炸药就能瞬间清理干净。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可行，刘彦祖来到了当地的运输公司，并说服老板以每辆倒贴500美元交个朋友。之后，他们将搅拌车内壁附上水泥。而为了实验的安全，本次实验将由胖子专家进行爆破操作。首先测试的是 M80 炸弹，而它是美军实弹演练常用的弹药。专家连接好远程点火线路之后，他们在远处按下了引爆按钮。然而这爆炸的威力还不如大家放的一个屁，显然对里面的水泥来说就像挠痒痒。于是他们将火药剂量提高到1.5磅的高爆炸药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搅拌车后面的肛门喷出了大量灰尘。而通过检查，他们发现虽然里面有部分水泥被震落了下来，但并没有完全清理干净。那如果将搅拌桶内装满炸药，爆炸的效果又会怎样呢？接下来他们将搅拌车转移到无人区，并由 FBI 消防队医护人员和爆破专家共同制定了实验方案。之后工作人员将一整车的高爆炸药装进了搅拌桶，而专家表示此次爆炸的杀伤半径将达到2公里。等疏散好周围群众之后，他们躲在了3公里外的观光台进行引爆。同时为了各位粉丝的安全，请大家距离手机3公里以外观看。当倒计时归0，巨大的爆炸下面经历了区域震，而搅拌车也被瞬间撕成了粉末，甚至现场都找不到一块像样的碎片。如此危险的实验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据说我们永远无法在秋千上荡过360度，因为当秋千荡到一定高度时，身体就会掉落下来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，刘彦祖决定先做个小型测试。于是他们打造了一个1/6比例的秋千模型，而当托瑞用手推动模型假人时，秋千竟然轻松就实现了360度旋转。难道流言就这样不攻自破了吗？可当他们查看高速相机时，发现秋千的速度达到了11米每秒，要是换算为全比例速度的话，估计会超出人类的极限。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的可靠性，他们搭建了一个全尺寸的秋千，然后凯莉凭借自己重心靠前的优势获得了尝试机会。于是她不断摆动身体，想让自己荡得更高。可当身体达到一定高度时，铁链就开始松软。尽管最高速度达到了7.2米每秒，但依然没能完成360度旋转。之后托瑞也进行了相同的测试，最终不但没有完成实验，反而还差点摔了个半身不遂。显然靠人体的力量是无法完成360度荡秋千的。那么如果将铁链换成不可弯曲的直杆，是否就能实现翻转呢？接下来他们来到了马戏团训练中心，因为这里有当地最大的直杆秋千。等他们做好热身运动之后，凯莉在专家的带领下率先登上了秋千。刚开始她还感觉比较轻松，随着摆动角度越来越大，她很快就开始大喊受不了，因为强烈的失重感让她差点吐了出来。为避免造成雨露均沾的壮观景象，于是托瑞接替了凯莉的测试，但看似强壮有力的他却被击中了软肋。当秋千荡到280度时，托瑞竟然直接被吓到双腿发软。而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，刘彦祖终止了本次测试，并决定由专家完成后续的实验。由于没有刘彦祖拖后腿的情况，大师的摆动速度越来越快，最终很轻松便实现了完美旋转。所以只要将铁链换成直杆的，我们就可以完成360度荡秋千。据说如果我们遇到炸弹时纵身一跃，爆炸的冲击波能将我们推得更远。刘彦祖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，他们决定在用 C4 实验之前先进行跳跃测试，以便弄清正常人的跳远距离和腾空时间。于是他们来到了学校的田径场。首先上场的是凯莉，由于她身体重心靠前的缘故，首次起跳就优雅地摔了个狗吃屎，导致有效成绩只有3米远。接下来猛男托瑞也进行了尝试，虽然他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助跑，但由于双手拖了后腿，最终成绩只有4.9米。随后经过3轮的反复测试，他们得到2人平均跳远距离为3.7米，而腾空时间却不到半秒钟。这就意味着实验中会很难控制爆炸时机。为了增加起跳与爆炸的时间差，刘彦祖决定以人类最高纪录为标准，而女子奥运跳远世界纪录成绩为7.6米，并且腾空时间超过了1秒钟。由于他们找不到铁粉来充当志愿者，托瑞只能请来了假人老兄，然后格兰打造了一个发射装置，他能将假人以跳远的姿态发射出去。同时经过测试，他们得到当气压调整至6300千帕时，装置就能完美模拟出运动员的跳远情况，并且腾空时间也刚好满足要求。之后他们开始正式实验，可假人真能在冲击波的助推下跳得更远吗？下面他们来到了爆破试验场，但在实验之前，托瑞首先在地上挖了一个土坑，然后将发射装置埋在了下面，这样就能让假人从地面发射出去。同时为了保证起跳和爆炸时机的准确无误，格兰设计了一个延时线路，当在实验中按下引爆按钮时，信号就会分成2个方向传递下来，并且首先会触发发射装置让假人起跳，而另一路信号会在半秒延时后引爆炸药，这样就能让假人在最高点得到冲击波的助推。之后他们将假人老兄安装在发射装置上，然后进行了一次没有炸药的基准测试。当他们按下启动按钮时，假人瞬间飞出了8.2米的距离。接下来专家将从小卖部搞来的4.5公斤 C4 安装就位，可爆炸的冲击波究竟能否让老兄跳得更远呢？等所有人躲在防爆屋之后，凯莉按下了引爆按钮，这时冲击波刚好在假人飞到最高点时到达，但通过测量跳远距离，他们发现爆炸居然对假人的跳跃没有任何影响。
凯莉认为，如果替换成等量的揠油炸药，也许能起到助推的作用，因为 C4属于高爆炸药，它更适用于小范围粉碎目标，而低爆速的揠油炸药却能将物体推得更远。可这次真能改变实验结果吗？伴随着剧烈爆炸，冲击波再次穿越了假人身体，但假人依然只飞出了8.2米的距离。为了制造更强烈的冲击波，最终他们决定将炸药剂量增加至45公斤。尽管这次爆炸的冲击波肉眼可见，可假人依然落在了8.2米的位置。显然，不管多大的冲击波都不能让人跳得更远。本次实验非常危险，大家千万不要尝试。据说气球的升力能将小女孩带上天，并且在喜剧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。憨豆先生为了哄小女孩开心，买了一串气球。然而当他付款的时候，却发现小女孩已经被气球带到了半空中。可气球真有这么大的升力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，留言组决定将用这种方式遨游太空。但在实验之前，他们需要测量单个气球能提供多少升力。于是他们将10个气球绑在一起，然后在下面悬挂回形针。当回形针的重量为100克时，气球刚好达到了平衡状态。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小女孩充当志愿者，最终凯莉为了50块出场费贡献了自己的亲妹妹，并将她放在电子秤上进行了测量。由于凯莉家的伙食油水丰厚，年仅2岁多的小凯莉居然长到了20公斤。之后他们通过计算得到，想要克服小凯莉的体重飞上天空，那么最少需要2070个气球。而为了赚取更多实验经费购买气球，他们先找了份兼职的工作。随后留言组来到楼下的便利店，帅气的老板推荐了利润最高的普通气球。等他们采购回来之后，他们开始给气球充气，但狡猾的老板只给他们配备了一台充气机，而这样充满25个气球需要2分半钟，并且他们用计算器反复计算得到，需要4个小时不断充气才能满足实验要求。然后在几人加班加点的努力下，他们终于吹起了2100个气球。可这真的能将小女孩带上天吗？但凯莉为了避免小妹一飞不复返，他决定先用同等重量的假人进行尝试。可当他们绑定好气球时，假人却丝毫没有上升的迹象，因为由于气球的质量不太好，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，早先吹起的气球出现了缓慢漏气，从而导致气球的升力满足不了预期。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，留言组只能继续疯狂吹气球。最终在达到3500个气球的时候，小凯莉被他们绑在了安全带上。这次女孩真的能飞起来吗？而当他们松开绳子时，小凯莉竟然开始缓慢飞了起来。如果不是屋顶挡住了气球继续上升，这个小女孩估计真要上天了。尽管单个气球的升力非常有限，但只要数量足够多，气球真有可能载人飞天。本次实验来源于纪录片《留言终结者》，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奇葩实验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是探索哥，咱们下个实验见。